排队排到第2条街道，人气超火爆，东京排名第10拉面入路，连续2年米其林必比登，但它店里是1颗星。摆盘是挺好看，味道一会儿说。现在去第2家连续7年东京前100鸡汤面。和无鸡、比内鸡和山水鸡熬成的汤，10种不同产地手工酱油。为什么同一个店不同的人做，味道差距很大？连续2天吃最顶西早稻田鸡汤面，老板做的不错，小工做就踩雷。虽然一个是酱油面，一个是盐拉面，但我感觉汤底清澈，透明度还是有区别的。这次吃了东京第4拉面琥珀分店和本店，完全是2个味道。你们知道哪个是分店，哪个是本店的面吗？先说结论，本店还行，分店踩雷。主要预约餐厅太多了，第一次起晚了，预约走错了，先跑去了第5的5关。中国游客最爱的拉面店伊兰拉面味道究竟如何？是不是科技很活，汤包勾兑？你们都爱吃豚骨拉面，居然最好吃的豚骨拉面在上海。日本主理人傅高良亲自每一碗面自己下，无科技汤包勾兑。日本塔贝洛克前100，东京市区我是真找不出3家豚骨拉面入榜。静冈后街芳香麦园煎鱼，北海道昆布和九州产沙丁鱼制成的醇厚汤汁的拉面。新泻县长冈市的有名店青岛食堂在东京分店味道如何？那就来看看这2个塔贝洛克前100东京拉面如何吧。今天来看看上海满级拉面连锁店师傅的店是不是骗人讲故事的。我查阅的资料，他师傅也太狠了，一个帅哥开了3个店都是塔贝洛克前100，是连续好几年，不只是1年。我很好奇是什么味道能把连锁店开到这种水平？难道是日本拉面小青荣记吗？这几个店名字产品都不一样，以后有机会全部都去尝尝。看这个人 ins 很丰富，但一般这样弄 ins 的都是讲故事，店里味道都不行的那种。开1个店能管理好，开5个店还能管理品控那么好，有点强。上海日式拉面目前稍微有点名气的青山制面味道如何？还是东京新宿塔贝洛克前100蘸面更好吃？那就来看看吧。前面100个人排队，有点夸张，还是下午1点多。这个青山制面也是蛮牛出来。第1家先来入路，我发现国内人对日本东京拉面有个误解。我后面会讲很多家 TOP 100的拉面，仔细去找 TOP 100，市区只找得出1家猪骨浓汤的拉面。中国人追求浓度吃猪骨拉面，就好比外国人在外国吃麻婆豆腐。之后我会讲很多家东京前100的拉面，也会讲几家浓汤的。现在主流排名还是丸清汤加高级食材加高级面条，猪骨上限太低。来到这个店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外国游客加英文菜单。我单纯自己来吃不会选择这种店的，主要是不做这种热门店的视频没发言权，还是有点感兴趣也就来了，毕竟排名高，多尝点多发言权更多，见识更多。这个价格估计是我吃过最贵的日本拉面了，好像比东京第1还贵。排队排到第2条街了，排队的我还算喜欢，预约或者起号的更烦。在日本吃拉面一定要遵守规矩，吃完早点走，这样也能让其他人快点吃到。我最近吃酱油的都太咸了，还是选盐的吧。做面不给拍摄厨房，它有个细节很厉害，拿很大的镊子把面分开。反正就是讲故事，各种高端食材，你们可以用翻译软件看看具体内容是什么。原味柚子拉面，柚子味已经被国内日本拉面玩坏了。叉烧饭，但被第1口吃特别舒服，很大很满足，但是细品还是有腥味，中间像没熟的。面条还可以，不软也不硬，有劲道的，但是挂在面上汤汁很奇怪。叉烧还可以，熟了也没猪骚味，但你要说多好吃那没有。你们之后就会发现，真正日本用的面条都是跟中国差不多的。馄饨马马虎虎，里面有香菇，我吃了一个不想吃了，给我朋友了。
汤味道很奇怪，根本没有鸡香味，有一股白斩鸡的鸡蒿味儿。这家店味道很难评，科技很活，勾兑应该没有。本来应该很高级的食材，吃着很奇怪。我吃完一整碗再评论，这个面不是那种难吃到一口都吃不下去的。喝点水的，你要旁边喝点水的。鸡蛋还是不错的。这些排名前面的店其实都在模仿中国料理。最近我吃了10家东京靠前的面，感觉还是中国面条好吃，不是甜。这些面条都有个共同点，有点咸，也不算齁咸，但是咸味基本把鲜味盖住了。刚开始接触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发现都是各种噱头。这个面条吃完以后，我嘴巴一股鸡味，不是香的云南鸡汤米线那样，就像电视美食家的作品，不像老餐饮厉害做出来的味道，基本就是小年轻吃的，年纪大有点经验的基本不会吃这个。叉烧饭，叉烧有点半生不熟，还有点酸。这个叉烧不像日本拉面叉烧，像广式叉烧。半生不熟的我是吃不来。评分其他，他们家开店时间要注意一下。厨房不给拍摄，一会儿给你们上电视台。总体感觉鸡汤味鸡味重，但是不鲜美，跟云南鸡汤米线差的不是一个维度。总体来说是一家餐饮老店，味道规规矩矩，还可以，冬天还会再来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中国很多我给2颗星的都比这个好吃，可以来吃吃看，不要太高期望，反正是我目前吃过日本拉面味道最好的。评分等级5， 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这个店饭点都是老板做，排队严重。我第2次是下午3点半吃的，基本就没人排队。我不是故意挑清汤面拍，前100确实都是清汤面。我觉得我们这些外国人先老老实实把前100吃完，对这个菜系有个基本认知。先不管它前100是真是假，有个基础了解以后，再去发现那些分数低、味道好的小店。主观必须有强大客观做支撑，完全主观没说服力也不靠谱。好的面馆都会加热碗，温度是面条好吃的关键。这个老板很大方，随便拍。我对小店身上会别个东西的特别有好感，对工作态度很认真。这俩人做面的表情都不一样，很认真。便宜小吃10年如一日，认真不错。他把肉放在那个台子上，也是用余温加热。你们放大看这个肉，颜色很粉嫩，其实都全熟了。我个人觉得日本拉面的通病，汤都要加热，没中国那种直接永远开着火的鲜美。我刚开始真正吃东京正宗的日本拉面，对做的流程和用料特别震惊，感觉中国小店可能10年都追不上，但现在吃多了，觉得这些日本人做的还是没中国小店随便做鲜美。为什么我整体评分会给日本的高？我评分不是给口味，我评分都是给食材和烹饪流程正宗度和技术。我吃过中国小店1、2分，都比很多日本拉面3分好吃，主观认为。日本人在我这里就像努力的差学生，很多中国小店卫生态度都特别差，但没办法，味道就是过得去，我愿意经常去吃。你看日本人对面条丝滑的认真度，中国没一个小店能做到。面条必须甩水到很干，面条不打结，只是卡贝洛斯前100的基本操作。一会儿快速给你们看看小工随便做的面条，味道就会差很多。这个店你别看店长年轻，开了快20年了，开了20年，对每一碗面
这个态度，中国人值得学习。排名靠前的正宗日本拉面，基本都叫中华面。日本是真正对中华美食的尊重，也没说是自己的玩意儿。基本都会有馄饨，馄饨好不好吃也是关键。这个店用的葱居然是我日本寿司那期寿司店用的葱，讲究了。酱油拉面，我吃之前也是同样让老板给我做的别太甜，正常盐度，吃日本拉面正常操作。这个汤是真的漂亮。叉烧饭，不行吗？直接跟他说一下。叉烧不错的，有点像中国的熏肉，不咸，很香。面条不硬不软，很劲道，不咸。汤挂在面上，味道很丰富。鸡蛋正常发挥。有个缺点，酱油味有点重，我不太喜欢吃酱油味，虽然不咸。仔细看，蛋白还是很嫩的。日本拉面的笋子没一个我爱吃的，不喜欢吃带臭味的笋，只喜欢鲜笋。馄饨正常发挥，味道不错的。叉烧饭切的比较薄，味道可以的，带点烟熏味。我一般去拉面店都会试试他们的叉烧饭。我感觉他们这些鸡汤面都是鸡味重，鲜味少，可能还是2次加热的原因。他们的酱油味不重啊。汤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我基本都喝完了。评分等级5 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我第2次来就想试试没酱油味的味道是什么水平，上次酱油味太重。密封期老板和那个助手不在，是洗碗打杂做的，这个点完全没人排队。我拍视频不是为了拍视频，我真正喜欢吃的店肯定不止吃1次。我也喜欢追求真相，很多店吃几次才能尝出味道。小工好像直接没烫完。我中间剪辑掉一部分，汤放在桌子上很久才下面条。很多步骤是有做，但是没激情，比较慵懒。经营思路确实有问题，非高峰期就不该开门，正常时间做的再好。有的回头客想下午不排队来吃，吃1次可能就不来了。普通人不会像我想那么多。估计还是想多赚点，其实反而有影响。你们如果要来吃，一定要选正常饭点高峰期，才能吃到这家店真正的味道。这家店我主观感觉比我第1期吃的那个鸡汤面味道要好一点。这个汤底清澈度完全不一样。
我下次再来试试老板做的原味的。叉烧切的完全不一样，老板切的超级大片而且薄，整体味道就不细讲了，差距太大。日语琥珀和无感念着有点像，没细看，因为我准备都吃了。东京前3第一家我吃过，汤是苦的，那个人一个人在店里根本忙不过来，总是周3、周4我才想起来，他又休息，下次吧。第二在郊区以后去。第二这家店我肯定去。第二这家店说是日本神次拉面之子徒弟开的。吸引我的是他还每天早上开面包车去山里拉矿泉水煮面。我发现自己走错了，预约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估计要被扣200块。砸一艘琥珀在附近，我看他名字拼音前面那个，我以为是新宿的意思。跑了1公里多一身汗，就来错了，来成这个分店了。粗看汤头还是漂亮的。鸭肉超级难吃，一股血腥味还有骚味。面条的汤挂在面条上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汤一股贝类的海鲜味。这片叉烧有点半生不熟，火候不行，味道也一般。小块叉烧吃着像中国的烟熏肉，还可以的。馄饨有点咸，味道一般，没什么特殊的味道。整体来说，如果你尝一口的话，刚开始吃还可以，但是不耐吃。吃到后面越吃越咸，而且汤一股子面齁味，感觉是没甩水，没甩干净，而且有面的水。鸭肉再试一块，看看是不是有区别。还是不行，有鸭骚味，比国内做的差的鸭子还多了一股血的味道，太难吃了。我没搞懂为什么最近日本拉面很多店都喜欢加鸭子进去，全是一股鸭骚味。总体来说，这个面条不好吃，吃到后面面条还是软的，都快烂掉了。如果像很多美食 YouTuber， 你只尝一口的话，会觉得好吃，到后面越吃越咸，你感受不到的。而且这个汤有一大股面齁味，太难吃，一点鲜味都没。我在日本一般不浪费，不吃一口，日本浪费有点尴尬。叉烧吃着带点甜味，跟广东叉烧味道差不多。整体吃着中规中矩，不难吃。我把肉吃了就走了，主要刚才一大股面齁味太难闻，现在肚子特别不舒服。吃了一顿难吃的就会特别难受。我决定过几天还是去本店验证下，不会本店也那么难吃吧。评分等级1，其他。说真的，日本拉面吃多了，他们真的像努力的笨学生。中国那些面的做法，但凡能拿出他们一样的努力，都不知道会好吃到什么境界。过了几天，跑到东京的郊区杂色站，老板说了下，不知道老板有没有帮我前几天别扣钱。附近有动漫里郊区商店街的感觉，有很多小吃我都想尝试。预约的二维码就在这里，你们可以扫。我来早了半小时，在对面的便利店先休息一会儿。
上面写的好像是贝壳的产地吧，是这个黑板上面感觉全是中文。老板娘很热情，我跟老板说面条咸不咸？不咸的话就按照本来的做法，不用降低盐度。看着完全不一样，点了最高配置，也没看到鸭肉。那个分店自己发明创造的鸭子肉吗？这个叉烧虽然颜色粉，但其实是全熟了，味道不错，带点烟熏味，叉烧好吃的。面条也不错，汤挂在上面没有那股子面齁味。他们家叉烧是挺爽的，超级大片。吃着完全不咸，不知道它降低盐度了没。我吃完以后，老板娘问我咸不咸，我说不咸。馄饨还可以，看品相就跟那个分店完全不一样，包的方法都不一样。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倒回去看一看。汤还可以的，比上次那个店更清澈，主要是海鲜味足，味道丰富，但我觉得不够咸。日本拉面汤2次加热，我觉得都不咸。小块叉烧吃着像中国的腊肉，不咸的那种，很好吃。这家面条做的总体来说还可以，没什么短板，味道不错。问题就是没有中国那些随便做得好的鲜美。都说中国太卷，其实机会很多，真正高端精致面条赛道就没人走。我说的是不看装修的那种。往往中国高端面条都是价格环境高端，做的跟屎都差不多，还没便宜的店好吃。目前就衣柜盒做出来跟日本拉面差不多的感觉，我都不敢想象衣柜盒如果开在东京，肯定轻松拿第一了。衣柜盒的审美就符合日本人，汤清味浓，带一点危险，牛肉做出来的肯定吊打猪肉的。衣柜盒也不存在复热的问题，汤比日本这些都鲜美，绝对第一无压力。但你要说味道的话，中国一些小地方随便做的也有比衣柜盒好吃的，只是综合来说衣柜盒很强。叉烧饭味道一般，不难吃，评分等级5、3颗星，新鲜食材专业技术。吃多了日本这些面，我觉得都没中国好吃，只有一开始吃拉面入吧。要不豚骨拉面只是连锁店科技，要不就是东京不流行。我感觉你们去东京吃豚骨拉面，就等于上海随机进一家不正宗的四川菜。依然我是晚上11点去的，暴雨过后还在排队，真厉害。全是卖的方便面。我听了一下，大部分中国口音，中国人最爱吗？他做是感应的吧？他做是感应的。买好票进去还要排队。我都选默认，这样我能吃到它最正常的发挥。又排半小时，终于入座了。前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それでは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こちらお熱いのでお気をつけ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。这个叉烧品相，懂的人都懂。叉烧软嫩，不过太薄，没有猪骚味，
跟我在其他家不是公产生产的有区别。面条软硬度正好，挺厉害，不硬不软，适合大众口味。我吃到这里，瞬间明白他生意为什么好了，真的精密计算过。汤喝着像某个方便面的汤。溏心蛋做的有水平，也没蛋腥味。我多吃几口看看，尝一口不完全的，那种尝一口给结论的都是装的。总结，能吃出来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面。面的位置都开在连锁店该在的地方，绝对不会开在拉面高手的地方。一般在这种位置吃饭都是小白，爱看攻略的。面条是大众最能接受的口味，还能选硬度，软硬中带硬心。喜欢软的人，喜欢硬的人都能吃。叉烧没有日本很多面馆的短板，没猪骚味。我不知道日本的猪为啥很多都有骚味。汤属于看着浓稠，喝着带清，小白喜欢浓汤，喜欢清汤都能吃。而且最牛的是入口还带点胡椒味，小惊喜。喜欢吃辣的还能吃它的辣椒。只是我这人不太爱吃方便面类型的东西，吃2口就走了。他的碗还煮过，挺厉害用心的。我不爱吃方便面类型的拉面，不是难吃，不难吃，只是我吃完以后会很腻。应该说，我吃不了几口就会觉得不好吃，吃不下去了。这次挺有收获，出乎我意料的计算精密，挺厉害的。我肯定不会吃第2次。评分等级1，其他。难吃肯定不是，就吃着不像真正的拉面，更偏向方便面的味道。现在来到上海日本第1拉面屯人，永远都在排队。什么叫真正无科技豚骨拉面？来看看吧。实在太夸张，5点半拿的票，8点多回来，前面还有10个人。面条有3种选择，我更喜欢最有劲道的天龙面。放大看，这是在煮碗，保持最烫的汤必须煮碗。味道默认偏咸，我味道正常，就告诉他我吃不来太咸，味道就正常了。如果你们吃正常盐度，像我这样点餐的时候说就可以了。这个人是日本老板，如果他休息不在，味道可能会完全不一样。他这个活其实蛮辛苦，为什么要科技狠活？因为勾兑简单，不用那么复杂的流程。炒饭这个必点，套餐里的等于才10块钱。这个炒饭很好吃，不油不腻，鸡蛋叉烧入味，颗粒分明。还有个叉烧饭也挺好吃，可惜不能2个一起点。彻浓拉面，盐度正常。
我这个加了叉烧的，叉烧便宜，才10几块。温度特别烫，把叉烧弄到下面热着，一会儿吃就很软很嫩了。叉烧超级嫩，切的也厚实，没猪骚味，全是香味。它这个面拌开以后，有点像二郎拉面。汤汁完全无勾兑，浓郁挂在面条上特别香，不是科技就不会腻。跟猪油一个道理，看着腻，印在脑子里的感觉腻，其实吃完不会腻。豆芽面、叉烧一起吃面，很舒服。豚骨拉面的上线就在这里了，之后会给大家带来真正东京流行的。冲破这个上线的肯定是海鲜，各个产地土鸡复合口味。清汤普通人接受度更高，毕竟这么浓的汤要喝完难度也高。我是按东京塔贝洛克前100来说的，不是个人喜好。豚骨拉面爱好者一定要去豚人吃吃看，豚骨拉面一般在日本600到1000。便宜猪肉可能没中国好，中国鲜肉没骚味，做这个更有优势。评分等级5，3颗星，新鲜的东西专业的说吧。第一家是六本木第2的拉面，第一是入路验证过了，这里是东京的富人区。这个店可以支付宝，现在中国人来吃的挺多的。我第一次来吃这个店的时候很厉害，连勺子都是为了保持喝汤温度煮过超烫的。这个店现在也是变成了连锁店，现在美国好像都好几家店。14年老店变成这样，也是开连锁店为了赚钱的后果。我吃饭的时候坐满了，但是感觉冷冷清清，没那种活力了。在东京不排队基本算不上好店。酱油拉面，溏心蛋正常水平。溏心蛋有点冷了，你要热一下，放入汤里热一下。鸡蛋面条很硬，很像易桂盒，但是面比易桂盒好，面条很香，质感很好。你发现跟中国面是不是差不多？他用的酱油跟其他店完全不一样，很有高级感的味道，只是整体有点咸。他们家洋葱香味特别浓，特别香。叉烧比较普通，以前都是烤过的，现在好像都不烤了。勺子也没煮过了，也不是那种烫的。日本的笋子我基本都不爱吃，都是类似螺蛳粉有点臭味的笋子，它这个笋子有点咸，但是挺脆的。我喜欢吃昆山绵阳米粉的鲜笋，又脆又甜又香，没臭味。感觉差不多。差不多吧。易桂盒的太死了那个面。以前吃他们家做的很不错，洋葱的香味加海鲜的香味加高级的酱油。现在感觉味道太普通了，咸味盖住了鲜味，真的不行了。很多老板做生意就是沉不下心，重庆那个包包白牛肉面也是。一代传奇陨落，重庆很多人都知道包包白牛肉面，现在基本没店了。评分等级2，普通的食材，普通的技术。
现在去第二家秋叶原第二青岛食堂。青岛食堂也是新泻名店东京的分店，东京也是15年老店了。现在分店评分比老店做的好很多，也没吃过老店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这个店一看就是本地人吃的，没有外地游客，没有噱头，就是传统的酱油面条。这类型的店不管在任何国家、任何城市，都是要高度注意、值得吃的店。分量和肉量来说，价格算便宜的，鸭肉才100日元，5块钱人民币，可以的。老板不同意拍厨房，不然给你们看看那个下面的大锅，很厉害。我看了下 YouTube 有偷拍的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肉量、面量都超级大，汤底清澈透明。叉烧肉很香，传统普通的做法。面条跟上海盐串面一模一样。我之前还以为盐串那个面是他自己发明的，为什么不用普通面？可能是参考的。视频看着面有点软，其实不软，挂在汤汁上很鲜美，但总体还是有一点咸。汤还是可以的，没什么想不到的味道，就真材实料普通的味道。这个店喜欢噱头的人不会喜欢，不在乎噱头只在乎味道的会喜欢。喜欢噱头的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店为什么能top 100那么多年，生意那么火爆。这就是一家能煮出一碗规规矩矩正统叉烧酱油拉面的店，我很少吃到那么规矩的店。下次让他别给我煮那么咸，再试试。我现在步骤是进店先问老板咸不咸，咸的话给我降低点盐度，基本吃的就会很满意。一部分日本拉面有点偏咸，但可以调整盐度，太咸吃不出来食材本质的味道。按中国咸度客观平均标准值的话，一部分日本拉面是有点咸。这个店是我下次必定会再来一次的店，味道是我喜欢传统正宗的味道。喜欢吃大餐思维或者海鲜自助的别来，不会喜欢。你们喜欢入路那种类型讲故事的，就好比刺如春，我觉得不错，但是大部分人就觉得这不就一普通的凉面吗？觉得普通的基本观察能力很差，抹了芝麻酱这种油腻的东西还能保持清爽的凉面，上海还有第二家吗？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也别勉强。我也选了很多新鲜大餐噱头真正好吃的店。有噱头也有好吃的店，我是不喜欢只靠噱头不靠食物骗人的店。这叉烧量太大了，好吃的，没什么怪味。来秋叶原不知道吃什么的，可以试一试。还有菠菜忘记讲了，新鲜的，好吃的。这个店跟豚人是一个类型的，味道能想象，就普通的酱油拉面，但是普通里好吃，做的规规矩矩的店。评分等级5 3颗星。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来到东京北区有点远，跑那么远来验证下满吉师傅的店。为什么会提到满吉？因为上海的日本拉面圈子就那么小，这个人也开了几个连锁店。为什么我没拍满吉？我咋可能不知道？拍了删了，不想放了。吃了一口就走了，没必要放了。我是好奇他总提到师傅到底什么水平。本来我对他师傅也不太感兴趣，网友老吹，查了下看了下特别强，那就来看看。我开门的时候来的，毕竟郊区前面就排2人，后面出店那么多人排队了。
满级也是类似这个碗的 logo。店家很大方，随便拍。看他 ins 上的 vlog， 好像台湾粉丝特别多。我一般都点第一个，之前忘记加肉了，应该加点肉。我之前看过台湾 YouTube 做这个店，去年就想来试试。点面的机器上都写着台湾，有人知道是啥意思吗？满级师傅爱台湾吗？我去年嫌太远，来吃个新汤面都懒得跑。今年网友非要我来试满级师傅的面，他爱满级拉面。满级也讲故事挺厉害，老板很帅，一堆粉丝，也挺聪明。现在开新店，开始做清汤面了，与时俱进，跟日本一样。我总感觉这个不像连锁店，这店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不像打工的，更像老板。我看他们很严谨，什么都要称重量，是怕多给少给，还是怕多了味道就不足了？我先问了老板，你们面咸不咸？咸的话给我减低咸度，他告诉我不咸。我在东京吃过的专业拉面店都有这个步骤。入路那个看着最厉害，用那个大镊子挑，所有都是计时的，不像我们的人煮面都是按经验。先把叉烧弄下去热一下，日本拉面叉烧基本都是冷的，要靠汤加热。叉烧本身味道一般，就普通，汤挂在上面还是不错的。汤挂在面上很有味道，有点海鲜的味道，他们家面不咸。这个汤温度不算烫，碗是烫的，烫的还可以，不算很鲜，但是味道很丰富。我现在吃日本的面感觉都不够鲜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2次加热的原因。吃过中国一些鲜美的就知道什么叫鲜了。我现在对汤的鲜又有另一个层次的理解。馄饨挺好吃的，第一个是超级大虾馄饨，个头很大，视频看不出来。我感觉真正鲜的汤是要那种刚烧开的，那种最鲜，放了一下再2次加热都会差点意思。我其实真没想到满级师傅能做到这个水平。面条烫的火候也不错，不是随便烫烫，很有劲道，也不算死硬。这碗面条不算惊艳，完全是你们能想到吃过的味道，但绝对是规规矩矩的一碗好面。这个馄饨很好吃的，2个虾仁2个鲜肉，超级大是它的特色，就是带点海鲜味，整体的调味很清爽好喝。挺奇怪的，一个人开5个连锁店能做到这个水平，
一般我觉得煮面能做到这种水平的都是夫妻店才行。也不知道上海满级学到了个啥，面跟这家完全不沾边。推荐你们来吃，味道不错的。这个店的调味肯定有人跑过来会说味道一般，我吃着的时候也觉得一般，但我觉得味道很正统规矩，该做到的都做到了。反正上海目前煮不出来这种面，都喜欢乱七八糟发明创造，什么黑蒜油、柚子味，我在东京好像没吃过 TOP 100是这些调味的。我饮食习惯还是偏向正统，追求正宗，发明创造太容易翻车。东京拉面吃下来，排名靠前都是清汤系，连锁店和家系拉面是浓汤系。吃了这个店，我很好奇它另外2个连续几年 TOP 100是什么味道。这人挺厉害的。这个汤是不错的，可以喝完。评分等级5，3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后悔没加肉加叉烧饭，有点没吃饱。那些写台湾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人知道吗？这个青山之面也是满级出来的吧？满级师傅的店吃过了，上海他新开的店也吃过了，就这个还没吃过。我正好对比下3面，品类做的真杂。如果在东京前100，是不可能有这样店铺的。左边这个锅里加热的汤，浮沫有点太大了。小红书有一群专门日本拉面爱好者，他们会给拉面汤上浓度，评分标准就是越咸越浓，做的就越正宗。还会给浓度上几点零几点零，你要做到几点零才算好的。首先我在日本孤陋寡闻，我看塔贝洛克前100日本拉面排名，没有哪家是浓汤系。先不说这个排名味道好不好吃，至少有一些共性。我至少能看出，日本不是以汤的浓度去评论一个拉面好不好吃。据我观察，东京浓汤系基本都集中在一些商业区，类似快餐连锁店。就好比上海的兰州拉面不是牛肉面，或者一些盖浇饭、河南拉面填饱肚子的。你在日本小红书上评价，这些才是正宗好吃的中国菜一样。确实是中国人做的中国菜，但不是谈口味的，都是大众化填饱肚子的。日本人真正爱吃的都是食材特殊、汤清带咸味的拉面。我也在这些里看到了商机，只要你在中国开个拉面店，把浓度调高，不看味道，财富密码。增加浓度很简单，骨头敲碎，你大火一直熬就行，也不用把食材弄好，还可以勾兑。我也不是很懂做日本拉面，但我知道增加浓度不是难点，做菜的难点是食材保持很好和把东西都处理干净。想创业的直接中国开拉面店，你增加浓度和咸度就行，就会有一堆网红大神董哥帮你推广。你们注意到没？刚才塔贝洛克第2是担担面，而且很多都是中华面。中国面在日本心中很高，直接有一块肥肉，这个我在日本没见过。日本人在我心里就是努力的差生，吃多了还是觉得中国随便做做的好吃。就这个汤上的浮沫真的有点吃不下去，而且一大股蛤蜊的腥味。一会儿日本那个你们看一下，没有一点浮沫，点都点了，试试吧。汤就一股腥味，叉烧吃着也不太新鲜，溏心蛋也不怎么溏心，一般吧。就这个汤我是不想吃第2次的，如果能稍微懂一点做菜品相的，没人吃得下去。我觉得这可能是煮猪排骨汤的时候浮沫直接没打。
面条吃着像日本凉面那种面条，也不好吃，没筋的那种，我真的咽都咽不下去。评分等级1，技术差。现在切换东京这个店，排队人数太夸张。这个店也是小红书网红店，连续很多年前100，也是主打虾味蘸面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腥味吧。我排队的时间不是饭点，是下午1点半、2点这样子，而且还不是周末。中国一些网红吹过这个店，我也吃过。先说结论，还可以，但缺点也有。先买票再排队，这个能提高速度，基本上桌就能直接吃。我点的原味的，还有番茄味的，我更喜欢番茄味的。还点了一个芝士焗饭，超级烫。我觉得这个鸡肉很好吃，鸡味浓，味道香，很像广东那边白切鸡的味道。这鸡有点像白切鸡。这个面条品相很好，颜色很深，可能加了点粗粮，很劲道，很像新疆的面。先尝一口，吃一小口。这个级别的面，只有新疆过油肉拌面的面跟这个差不多，上海日本拉面做不成。第一口吃虾味香浓，一点都不腥。很多人没搞清楚海鲜腥和海鲜香的区别。这块肉也是很好吃，全瘦肉但不柴，还很嫩。我觉得它的面和浇头基本做到很好吃的等级了。汤太咸，盖住了一切优点。缺点就是吃到后面太咸。这个汤的味道很正，不是那种不会做菜烧出来创新菜的味道。吃不来日本的笋子，是腌制过的，超级咸，还有股臭味。上海那几个蘸面，大圣轩、家康，基本连他脚都摸不到。缺点也有，咸味盖住了鲜味，我没吃出来鲜不鲜。如果还去，那我就叫他别放拉面酱。叉烧好吃，没猪骚味，新鲜的，不是那种处理不干净的味道。它的这个汤特别烫，溏心菜都煮熟了。这是一块芝士，也挺好吃的。这个面吃着还是太咸，要吹多好吃也吹不了。只能说在我吃过蘸面里算最好的，下次试试东京别的。对了吧？还点了一个生鸡蛋饭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叉烧饭，点错了。这个店我会给2颗星，因为它食材确实好，技术也正宗，但味道太咸，我不太喜欢。就普通生鸡蛋饭的味道，可能还要弄汤进来，懒得弄了，太咸了。芝士饭，说真的，就芝士盒饭，没吃的必要。评分等级4，2颗星，新鲜的食材，正宗的技术。